你有听过山达基教吗？这个历史不到100年的现代宗教，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可以吸收好莱坞明星当教徒？又是为什么被许多人视为邪教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神秘的山达基教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在去年的《捍卫战士2》横扫全台票房之后，相信又有更多的人被阿汤哥圈粉了一波。不过，如果你曾经搜寻过汤姆克鲁斯，可能会发现，只要谈到这位好莱坞巨星，几乎都会提到他是一个忠诚的山达基教徒。你可能会想问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这也没什么吧？但是如果你接着搜寻山达基教是什么，你就会发现跳出来的资料跟报道却不断的出现邪教这两个字。网络上面呢也有些传说说阿汤哥先前之所以跟妮可基曼离婚，还有跟这个凯蒂荷姆斯离婚，还有呢跟女儿舒丽渐行渐远，都是因为山达基教的从中作梗。所以说呢，阿汤哥是邪教徒吗？山达基到底在做些什么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神秘的山达基教是怎么出现的，为什么会被这么多人指控是邪教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有听过光纤到府吗？如果你喜欢打电动、追剧，又或是常常 work from home， 对于网络品质有要求的话，欢迎参考大大宽频推出的大大旗舰方案。这个方案会把光纤网络直接从机房送讯号到你家，中间不经过其他的设备，让你想要比 cable 啊或是 ADSL 更快、更稳、更安全的网络。而且现在申办不用跑实体门市，透过大大宽频的数位门市，24小时都可以申办。如果你选择旗舰方案，1个月1000兆，还享有数位电视、WiFi 6的机台免费租用， HBO 电影套餐免费观看的大礼包优惠。如果只想要单纯上网，也有每月500元的虎速方案可以选购。有兴趣的话，就点击下方的链接到官网看看更多的方案，线上申办吧。山达基这个名字其实是从英文的 Scientology 直译过来的，所以有些人呢可能也会听过像是科学教或是科学神教这样子的名字，其实都是指山达基教。山达基教跟许多源自于犹太教或者是基督教的宗教不同，他们并没有特定信仰的神，而是要教徒关注自己的灵魂动力。他们更宣称山达基是人类第一次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灵魂问题，并相信透过山达基，人们才能够获得长长久久的幸福。所以说，这是一个由科学家所创立的宗教吗？并不是哦。山达基的创办人 L. 罗恩·赫伯特其实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专门写科幻小说的作家。但怎么会有人写科幻小说写到成为宗教教主呢？这个故事就有趣了。这个 L. 罗恩·赫伯特呢，并不是什么一般的作家哦，他的生涯著作超过了1000本，还得过3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分别是出版品最多、翻译本最多以及有声书最多，可以说我是一位来头不小的科幻小说家。不过他写过最畅销的书并不是科幻小说，而是一本叫做《戴尼提现代心灵健康科学》的心灵成长书。从1950年到现在呢，已经被翻译成了至少50种以上的语言，还在全球销售超过2500万本。那这个戴尼提到底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它是 L. 罗恩·赫伯特研发的一套心理治疗方法，号称可以解决许多的身心疾病。那虽然这个方法并没有受到医界跟心理学界的认可，但是在当时呢，却获得了广大美国民众的喜爱，他也因此成为了当红讲师，到处分享这个方法。那为了让更多人都能够得到帮助在其他人的建议之下 ，L. 罗恩·赫伯特呢将戴尼提呢与他过去的其他著作当中的一些思想整合，在1952年正式创立了山达基教，而他自己就是教主。那到今天呢，山达基教的教会已经遍布了全球，拥有好几百万的教徒。而在台湾呢，山达基教也有30多年历史，是合法立案的正式宗教。除此之外呢，山达基教也吸引了一些名人加入，包含了像是前面提到汤姆克鲁斯，还有早年的约翰·屈服塔，不少知名的好莱坞演员都是山达基教派的一份子。不过，这个山达基教呢，到底有什么样子神奇的魅力，会吸引那么多人加入呢？前面提到，山达基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教会宣称他们是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灵魂问题。他们独创了一个叫做 OCA 牛津能力分析的心理测验。根据山达基的说法呢，这样测验可以精准的分析每个人的性格特质、工作能力、人际关系等等面向。而在受试者做完测验之后，山达基就会派出专业的分析师1对1解读测验结果，让受试者更了解自己，改善生活当中的状况。有不少的教徒表示他们一开始就做了这个免费的测验，发现对于自己很有
帮助，于是才开始参加山达基，参加后续的课程，并接受专业的听析。这个听析呢是山达基独创的概念有点类似于心理咨商，也是前面提到的带尼体当中最关键的实践方式。由山达基教会所培训的专业听析员呢，会引导你回顾过去的创伤经验，帮助你好好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来让你的心灵更加的平静跟稳定。而这也是山达基非常吸引人的地方。许多教徒认为自己在山达基教会获得了身心灵全面成长，生活得到了许多的帮助。有些人还表示，在接受了几次的听析之后，他的视力跟听力变好了，连色盲都得到了改善，甚至有人宣称自己在听析之后智商变高了。听起来虽然有点夸张，但大致上面来说是蛮正向的。那为什么山达基在外面的名声会这么臭呢？关键就在于这些课程的代价真的有点高。虽然说山达基的课程都有一些免费的学习管道，但是对于教徒来说，如果想要加速提升自己的精神等级，可能就要接受更高级的听析，而这部分就是要收费的。换句话说，当一个免费仔不是不行，但你自我提升的速度就会跟不上其他愿意花钱上高阶课程、接受高阶听析的人。而且山达基呢还会告诉教徒只有精神等级够高的时候，才能够成为一个清心者，你的人生才不会有不理性的行为，也不再会有恐惧沮丧或者出现不安全感。因此不少教徒呢都很愿意掏钱参加课程，提升精神等级，期望获得身心灵的解脱。但重点是这课程并不便宜，许多人砸了数十万甚至是100万元在学费上面，还有人跑去跟身边的人借钱，只为了要达到他们心目当中的自我提升。而很多的教徒呢也深信不疑的认为他们得到的是比金钱更有价值的东西。明明是加入教会却一直在缴费上课的怪异现象，也让外界批评山达基呢根本是用宗教的名义进行敛财的行为。而除了花费的问题之外呢，山达基还有超多稀奇古怪的争议。这里呢，我们就要来盘点几个外界比较常见的质疑。首先前面提到 L. 罗恩·赫伯特声称呢，他创立山达基教是为了造福更多的人类。但是根据一些当时在他身边的人表示，他之所以会决定要创教，只是因为在美国呢，宗教组织的收入是不需要被课税的。简单来说呢，外界批评山达基教根本是为了不想要缴税才出现的组织，并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还有不少人表示，山达基呢会干涉教徒们的人际关系，要求他们疏远，攻击那些不认同教会的人。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加入山达基之后，就会跟自己的家人朋友渐行渐远。有传就指出，当年汤姆克鲁斯跟尼可基曼结婚之后，似乎有慢慢淡出山达基的迹象。而山达基的高层呢，因为担心失去阿汤哥的影响力，于是想尽办法介入两人婚姻，最终也导致两人的离婚收场。而另外一方面呢，因为山达基认为人类的痛苦都是因为灵魂所造成的，心理学或者精神科并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极力的反对教徒们呢服用精神科药物，这就导致了许多的教徒明明自己或是孩子出现了精神问题，却不愿意就医，最终延误了治疗，甚至呢有教徒因为精神崩溃，最后绝食死亡。许多人质疑山达基打着科学神教的这个旗帜，却宣传反科学的观念，根本是在危害世人。更夸张的是，前教会成员跳出来指控山达基的高层会对意图反抗的教会干部进行各种身心理的虐待。除了肢体殴打之外呢，他们也会把反抗者关进如同集中营的小黑屋里面，要求他们用牙刷刷厕所舌头舔地板等等。有人甚至表示女性干部呢时常会被强制流产，因为高层担心呢女性教徒有了小孩之后，他们就会减少对于教会的奉献。等等，这听起来也太夸张了吧？这么严重的指控都是真的吗？2015年 HBO 曾经制作了一部纪录片叫《解密山达基》，片中访谈了多位曾经加入山达基的成员，揭露了许多教会的内幕。前面提到的那些争议呢，也在他们的口中得到了证实。不过对于这些指控，山达基教会却表示，影片内容并没有采访教会，也没有寻求事实根据，全片都只是单方面的口述而已。山达基教会还说，那些被访谈的人呢，都是30年前因为品性不端，想骗教会的钱而被驱逐出山达基的成员。现在这些成员呢，才会心怀不满，挟怨报复。而教会呢，甚至做了一个网站列出纪录片当中每一个受访者过去犯下的罪行。而不只是 HBO， 过去其他的批评质疑山达基的人，也都遭受过教会的反击。2007年的时候，有 BBC 的记者就表示，在他调查山达基的过程当中呢，就不断的被人跟踪跟骚扰。除此之外山达基教会呢，还曾经杠上过美国国税局，原因在于呢，国税局质疑山达基的宗教性质，并尝试对他们进行调查。当时呢，山达基号召了大量的教徒向国税局发起了全面的法律大战，也对国税局的职员提起了大量的诉讼。而这场战役呢，最终由山达基获胜，
等，也让国税局正式承认了他们的宗教资格。总而言之，对于外界质疑呢，山达基都会极力的否认跟澄清，而在他们的网站上面还针对了各种常见的质疑都给了回应。有兴趣的观众呢，可以点击延伸的阅读到他们的网站去看一下。那么回到一开始的问题，所以山达基到底是不是邪教？老实说有点难回答，主要是因为邪教的定义其实蛮主观的。虽然坊间呢有一些辨识邪教的方法，比方说呢要看这个宗教会不会对于教徒洗脑，有没有敛财的行为等等，但它的界限其实很模糊。就拿洗脑这件事情来说，很多时候是不是洗脑，其实要看大家喜不喜欢这个宗教。如果多数人喜欢这个宗教，那大家就会倾向觉得这个宗教只是在推广信仰；但如果大家不喜欢这个宗教，就会觉得教会呢在洗脑信徒。而大家判断喜欢与否的标准呢，又会牵扯到过去这个宗教的形象、信仰仪式会不会很特殊等等。但这些观感同样也因人而异。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讨论的方向只是聚焦在是不是邪教的话，可能还是会变成你觉得是，我觉得不是这种各说各话的情况，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因此，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在看待有争议的宗教时呢，或许可以将重点放在这个教会的做法，对于教徒或是教徒身边的人来说，实际上面到底造成哪些伤害或者是影响。比如说，教会有没有引导教徒要他们放弃自由亲友、财富，严重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或者是说，如果教徒希望退出教会，会不会遭到恐吓，甚至是暴力威胁？那针对这些部分都可以先做确认，或许就能够帮助大家判断该对这个宗教抱持什么样子的态度，避免自己或身旁的人误入歧途，受到更严重的伤害。好的，那这集就到这边了。看完这集，你对于山达基的感觉是什么呢？我觉得他们确实很像邪教，敛财洗脑的问题很大。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宗教团体，有点被污名化了。所以认识不够多，现在没有什么感觉。滴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山达基的争议。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韩国社里教以及人为何呢会加入邪教。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